那今天的话，我们又邀请到我们的博生，今天又来了。那其实自从上次我们的这个泽光的斜差给博生陈江荣锻造手这边整理过之后呢，大家都看到已经就整理得很棒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的泽光还有一把长刀，一直都没有给大家看。那是因为最近我发生了一个很悲惨的事情。那这个悲惨的事情，我相信只要是练习剑术或者是喜欢日本刀的人都可能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什么样的？很可怕的事情。在公布这件事情之前，我想我就先把刀给博生这边来看一下好了。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泽光的长刀在这里，那这是我们泽光的长刀，那就请博生帮我们打开。OK， 一下。好，其实最近我们这个长刀，因为也是从日本进来的关系啊，那在警局那边验刀了蛮久的时间。所以说一直都还没机会拿给博生这边看，那今天正好，终于已经从警局出来了，所以才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最完整的样子。哇，对，它这个木钉，没有，它少一个木钉。对，它少了木钉，所以说它这个状态是蛮可怕的。如果你去挥它的话，可能不知情的人可能会飞出去。该不会是在警察局有发生过？其实我们这次验刀的时候，这个验刀的人员他也没有注意到，那我也没有跟他说这个刀没有木钉，所以他可能有把它挥出去。那通常这个刀它如果没有木钉的话，表示它刀身跟刀柄是没有连在一起的。对，日本刀它就是整把刀就只靠一根那个木钉去 hold 住整把刀。在这个验刀人员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可能拿来挥了，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刀尖已经缺了一个角。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对，等一下我们特写，对，我们再特写一下。这个让我当初伤心了好几个礼拜。因为毕竟大家也知道，这个泽光是几百年的刀了，切先被撞掉一个角之后，还可以处理吗？我觉得算不幸中的大幸是它断掉的地方不是特别大，这还可以修啦，只是长度可能会稍微短个几 mini 这样。等于是说从这个缺口的位置再往下磨嘛？对，就是我们为了要把它这个不平整的地方给盖掉，我们就是要把它前面这边，就是刀切线帽子这个地方多的地方把它磨掉，所以它有可能会从现在的中切线变成小切线的感觉。不过刀身其他地方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没有变歪。这把刀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重量和它的这个 balance 非常的好，而且很难想象，这是400年前的刀也是维持。刀匠算是还蛮对，以刀况来讲算不错。我听说武士他们在格挡对方的刀的时候会用刀背啊，所以只要看他这把有没有上过战场，或是跟人家比武过，就是看刀背的地方。如果他有一些被砍过的痕迹，那有可能是像这边就蛮明显的。而刃纹也不错，看起来蛮漂亮的。这个刃纹好像还没磨之前看起来就蛮清楚的。对，还比上一把泽光斜差状况再好一点。磨完之后应该会蛮漂亮的，有一些锈的地方比较深一点。对。不过我们一样会请老师尽量维持原貌下去做修复。蛮可惜的是这个刀尖啊，真的被希望老师可以尽量维持它漂亮的形状。可以啊。虽然没有办法变得跟当初一样，可至少不会让你再觉得说这边是有缺陷的还是什么。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在送验这个刀的时候，如果你的刀是像木钉啊有问题，或者是不太能够挥舞的话，记得在验刀的时候也要跟警局这边好好的说明一下。因为警察他们其实对刀并没有一个太过专业的一些认知啊。如果刀本身有一些
状况，可能要提前先跟警察知会。所以我这一次的话，应该主要会请博生这边，然后和陈江龙老师这边把这个刀身的部分重新重磨，还有重新做这个切线这样。好，如果刀身有哪一些部分觉得可以整理的话，到时候也可以请陈老师这边看看怎么处理这样。没问题啊，反正在研磨的过程、修复的过程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都会再跟 Robert 做进一步沟通。好，谢谢，听你这样讲我就安心多了。对啊，而且这把的鞘切也蛮摸起来是，这种生漆鞘切摸起来就是舒服。也蛮完整的，没有太多的碰撞凹痕。所以这把之后可能也许等这个陈江老师整个全部重磨，然后全部处理完之后，我可能也会拿它来试展看看。然后我们到时候来看看试展的结果怎么样。试展啊，好。对，毕竟这种古刀的试展我也是第一次。以前大部分都是使用陈江龙老师新锻造的刀，那一直以来都蛮顺手。那我也想试试看说，我们用这种古刀来试展的感觉。也许它这个是有点腰反的。对，它刀，我刚在欣赏就是它的刀子，这个刀子跟泽光他们的就是好像都喜欢做这种腰反的，感觉越早期越多这种腰反的刀。是，可能也是泽光他们的特色和喜好。那我们就到时候等陈老师这边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来展看看。好，谢谢。好，那谢谢博生，谢谢 Robert。这刀尖看起来那个修复的蛮不错的，就是不要那个什么刃纹不见了，因为这边刃纹可能会到这很高的地方，然后才长起来。但是还好有就好，只要有刃纹。